我买了最新的 GoPro。常看我 Vlog 的配对就知道，其实我不太喜欢 GoPro。我之前有买过 GoPro 5 Black， 但是真的让我很失望。我退那一台之后呢，我去冰岛又借了咸鱼爸的那一台，结果我在冰岛拍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也宕机。那到底这个有没有修改的好呢？所以我今天要比较一下 GoPro Hero 7 Black。另外的话就是有比较我之前买过的 GoPro Hero 5 Session， 这个是另外一台我在旧金山去 Google I/O 的时候跟阿弟，不要让我失望。要比较的就是他们收音的功能，但是主要就是要比较 GoPro Hero 7 Black 最新的一个功能叫做 Hyper Smooth。他宣传的时候他就说不用3轴稳定器就有3种稳定器的效果。除了这2个以外呢，今天也会比较另外一个相机，是一个360的相机，叫做 Insta360 One X。这个的话呢是完全最新的相机，而且这台相机是他们的 Pre-production model Insta360G 这台给我就想说可以来试一下。他们说这个也是有3种稳定器的效果，所以今天也会测试一下它的稳定。这个之前有开过箱，所以 GoPro Hero 7 Black 简单的开箱，里面就是跟之前那几代的一模一样，里面有2个 Sticky Mount， 一个 USB-C 的线，一个 GoPro 的电池，这个电池跟 GoPro 6跟5一模一样的。最后就是我们 GoPro 这台相机，它旁边就是 USB-C 还有 HDMI， 下面电池跟 Micro SD 的口。那如果想要看更详细的 Hero 7 Black 的开箱，我相信很多别的 YouTuber 已经做过，像9man 有做过，然后1+1也有测试过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他们的。如果想要看非常详细的一个评测，我可以推荐埃尔文，他有出一支影片，我觉得他测试 GoPro Hero 7 Black 非常的好。好，那现在简单的开箱 Insta360 One X， 所以先回去开箱吧。今天收到这个盒 Insta360， 哦，他们还寄给我一个记忆卡，哦，不错 ，Thanks。主要的就是这台相机。哦，其实它比我想象的更小 ，Insta360， 它的大小，这个是普通 iPhone X， 这个是 Insta360 X， 电池有一点点像 GoPro 的电池 ，Protective Pouch， 这个是一个壳，这样放，哦 ，nice， 这样放的时候想要拍就直接拿出来拍啊，有一点难拿出来，但是至少它会保护好你这个镜头。哦，它有很多 Micro USB 到 Micro USB， 然后这个到 USB-C， 这个到 iPhone 的那个头。最后这个是连上电脑的，所以它这里说拍摄是 5.7K， 然后拍照是18 megapixel。它有一个叫做 Flow State Stabilization， 就是它的稳定，然后360度当然，然后有慢动作 Invisible Selfie Stick， 这个我一定想要试一下。它这个意思就是说自拍棒就变成不见了。子弹时间的那个自拍棒有一点重哦，这个我猜啦，这个应该是他们的自拍棒，好高级哦，哇，也太长了吧！是铁的，你看，然后下面它可以放三脚架。开箱完，接下来这几个测试的画面都是普通的颜色，完全没有调色过。这个第一个 test 就是简单的 hold 住每一台相机来走路，还有自拍的 vlog， 还有跑步。第一台呢，这个就是 GoPro Hero 5 Session， 尤其是跑步的时候，其实没有那么稳定。好，那我们转到 GoPro Hero 7 Black。Hero 7 Black 的话呢，这个差别就还蛮明显的。走路啊，然后自拍的时候啊，自拍跑步也是，其实是蛮稳定的。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画面，就是 Insta360 One X， 这个很厉害。我走路的这样的稳定，再来就是我自拍 vlog 的稳定，还有跑步，我还蛮惊讶，它这个稳定，我反而比较这个多于过 GoPro Hero 7的稳定，这个真的很像有稳定器在里面。这个就是之前我开箱过的智云3轴稳定器，只是手机的话呢，上面就是 RX100。5，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，我觉得可以稍微比较一下真正的有3轴稳定器的效果。那现在你看到的画面，你可以比较一下，很明显 GoPro Hero 5 Session 真的没有那么好。像我刚刚说的，很惊讶，就是这个 Insta360 One X 其实还蛮稳定，但是广很多。GoPro Hero 7
Black 也是很不错，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摇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2个测试，我这个是在滑板，我在美国没有我电动滑板，就用我之前的那些技术滑板，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看第5代的 Session 还 OK， 其实蛮不稳定的。好，那现在就看看我们的 GoPro 第7代的 Black， 这个就稳定很多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像是有拿着一个稳定器来拍。第3个就是我们的 Insta360 One X， 这个的话呢就很稳定，这个是因为它很广，所以你可以抓到的画面比较多。最后这个测试是这个 Insta360 One X， 但是有加上自拍棒。那这个自拍棒有什么效果呢？ Insta360 One X 它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叫做 Invisible Selfie Stick， 所以就等于透明自拍棒。你可以看到我好像是拿着什么东西，但是就是没有，就只是我的手在这样拿着。我觉得这个很酷。好，我们第3个测试就是完全我拿着相机这样摇。这个测试我觉得非常的不科技。我摇的时候呢，上下摇，左右摇。然后圆圈摇，然后震动，那你可以看到每一台相机的差别。GoPro Hero 5 Session 没有那么好 ，GoPro Hero 7 Black 比它好一点。Insta360X 就是有那个非常奇怪的震动，至云3轴稳定器加 RX100，这个的话呢，当然就很稳定，因为是稳定器嘛。除了3轴稳定器那个的话，这3个来比较，我可能会选择 GoPro Hero 7 Black 比较多。虽然它的防守还是很摇，但是至少它没有像 Insta360的那个震动的那么奇怪。我们最后的测试就是测试它的低光，还有它的收音。这个总共有4个相机，3个相机就这3个，第4个相机就是我平常用的相机，就是现在你们这个。我虽然用的相机是 A6500 Sony 的，然后收音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收音麦克风，所以你们这台相机的低光是最好，然后收音是最好，但是还是要比较一下，看看这3台哪一个是最好。我还蛮惊讶，因为我最喜欢的低光就是 GoPro Hero 7 Black， 第5代的完全是很暗，看不到一点点，但是太暗。360的话呢，它的 noise 太多，有很多杂讯啊，杂的那个什么延迟，我不会讲 noise，Cedric 帮我翻译 noise。但是 Hero 7的话，一样也有 noise， 一样也是有很多杂讯，但是我觉得它的 noise 是比较舒服，没有像 Insta360的那么的多。我们平常这一台相机也是有一点点的 noise， 但是比较舒服，所以你们应该看得出来，这个真的很暗。你和他根本不适合在一起，不要勉强自己。他不懂你的美，他只发脾气，脾气。但我懂你，是因为你住在我眼里，才能透你的心。离开他，就让我抱你在我怀里。Baby， 就一直想着，不是太复杂。Baby， 就跟我走吧，给自己一个家。Baby， 你知道的呀 ，I can make you smile， 就这么简单，简单，这么简单。所以刚刚听完那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歌，叫做 Make You Smile。你喜欢的话跟我说，也许之后可以弄成好的版本分享给你们。当然，最好的收音就是你们这台 Sony A6500的。但是呢，我很开心的就是 GoPro 第7代 Black 比5代的 Session 好很多。Hero 5 Session 它还是有一点点的，好像有个东西放在你耳朵旁边，你是这样听的。这个还是有，但是可能是稍微开一点点，也没办法，因为它2个都是防水。Insta360 One X 它不是防水，你要防水的话，要另外买一个防水的壳。Insta360 One X 它爆音比较多。GoPro 7的话，它是完全没有爆音，但是它的高频没有像 Insta360 One 那么好。5的话，那个高频完全是没有的，所以不用听了。这个2个我会选择哪一个呢？其实我会比较选择 GoPro Hero 7，因为它不会爆音。那我至少后置的时候呢，我还可以 EQ 一下，编辑一下它的声音。好，今天讲这么多，讲关于想要比较它的稳定啊 ，GoPro Hero 7啊、5、Insta One 360，然后当然我们最标准的就是
真的有3轴稳定器的话呢，我发现科技我觉得越来越好。5那就当然没办法比吧，但是7跟 One X。我觉得这2个真的很棒。7的话呢，我只用1天而已啦，但是我只用1天，我还蛮喜欢用的。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不用3轴稳定器来拍？我觉得真的不用3轴稳定器来拍。如果可能我在滑板或者滑雪的时候呢，用 GoPro 真的是很不错。当然它不会很完美的像3轴稳定器那么的稳定。但是至少它有做到差不多的那个效果，到现在这个程度，说实话它已经够好了，而且它这么小，可能你加个自拍棒这样来拍，比你3轴稳定器要这样啊，然后这样拍啊好很多。所以 GoPro 7厉害，唯一不好的就是还是有点太贵，在美国买是$399加税，在台湾买的话就是15900。那现在要讲的就是 Insta360 One X， 我觉得 Insta360他们寄这台相机给我的时候，我是想要说，应该很酷，但是我觉得我不会用太多，我只是想要测试一下，看看好不好。但是我发现我用了之后很厉害。为什么很厉害？是因为我平常可能滑板啊、滑雪，我要拍的时候呢，我们用 GoPro 来比较好。GoPro 它是你指哪里就是拍什么。可能我滑板的时候我这样自拍，对不对？然后可能我这样拍，这样拍。好，那之后呢，我剪片的时候就可以，可能我需要的是前面的画面，我就拿前面的画面；我需要自拍的画面，拿自拍的画面。360不一样在哪里？就是我拍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可以完全注重我在滑板。那可能我要拍真的比较低的角度，我就这样拿着就 OK。然后后置的时候就用手机的 App 来选你要什么样的画面。它的话，它是比较有弹性，比较有不同的角度，因为它有一些角度是可以完全好像是第3视角，这个还是可能第1视角。那你要第3视角，你可能拿个自拍棒。哦，对，另外一个 GoPro 很不好的就是 GoPro 你没有一个这个自拍棒啊、三脚架的这个螺丝啊，这样放就很方便啊，但 GoPro 就没有。另外一个功能 Insta360 One X 有的话，就是一个叫做 Hyperlapse。去纽约的时候就在时代广场那边测试，还蛮酷的。但是因为那时候是晚上，所以它的低光没有那么好，也不是说非常清楚，但至少是还 OK。我可能之后有更多时间来用 GoPro 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测试一下。另外一个功能可以稍微跟你们分享 ，Insta360 One X 有的就是一个叫做 Bullet Time， 这个超级酷，画质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我觉得因为很少的影片有这种效果，真的很像在你的身体上绕，然后慢动作，我觉得真的很酷。Insta360 One X 在美国买是399，所以就跟它一样嘛，399加税。在台湾买的话15000。但是 Insta360 One X 我有2个东西是我不喜欢的。第一个就是它的 APP， 它的 APP 呢很不稳定。但是你也要知道，这个是 pre-production， 它还没有真的出去给大众来用，它一定还是有 bug。第二个我不喜欢的就是它每次都需要透过 APP 才可以编制这支影片，你要选哪一些画面，或者你要不要直接360度的影片这样输出才可以传到电脑里面。我觉得这个步骤有一点点的慢，去旅游的时候啊，去滑雪的时候啊，任何地方我会拿哪一个呢？其实我2个都会拿。那 7的话呢，会代替我现在5，因为我现在5它是放在我的背包上，是这样，随时随刻如果需要拍任何东西就叮。就这样拍，那这样的话，可能我走路也不会像5那么的摇，这个至少有稳定，所以就比较好。目前可能不需要带3轴稳定器了，因为它要放在我行李箱或者背包里，有一点点的不方便。But 到最后，我觉得2个都很不错。当然，今天还是有 question， 你们看到这些测试啊，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？以下留言，好吧，这也投票，好吧，这也投票。我知道上次 iPhone 比较没有超过1万的喜欢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是喜欢这种的影片，还是想要跟你们分享。所以按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更喜欢的话就分享、订阅，有可能会看到最新的影片。你最棒，记得按铃铛。我先等那个直升机。